宜家快报，快乐的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现在我们要来为你报告的是呼吸和身体的神奇互动。首先，我们来讲呼吸和肺部。肺是在身体里最大的器官，它们的目的是从空气中萃取普拉纳和氧气。什么是普拉纳呢？我们有另一个专辑在介绍普拉纳。神创造了肺，如果我们看着它们，它们就像两个大芒果挂在一个树干上。一个人的肺活量可以低到300cc，通常应该是500到700cc，它可以上升到1100到1600和1800。没有700cc的肺活量，我们哪里也到不了。要具有创造力在我们之内，我们的肺活量不应小于700cc，这就是法则。如果我们达不到700cc，我们就有可能会说谎。它是一种物理现象。任何肺活量低于700cc的人无法守住承诺。但是任何肺活量超过700cc的人，而且每1分钟8次呼吸的速度，你无法劝阻他，你不能把他从生命的基本真理带走，他保持平稳。如果我们的肺活量缩小，我们摄入的氧气量就会缩小，那么我们的血液就不会被好好的净化，这会使我们感染。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强大的，但我们的呼吸则不是。我们不做深呼吸，我们忘记了空气比我们的血液轻。血液进入肺部下部的细胞，氧气必须加入，使它们变成红色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吸入空气到肺的上部就呼出去，我们无法做什么。我们受苦于大量能量的短缺，它只是让我们勉强生存。症状是我们会很快透支和精疲力倦。再来，让我们来看呼吸和第8椎骨的关系。在我们的身体里有某一个仪器，它负责让呼吸进来。当一个人不再呼吸，每一个身体的粒子可能仍然在那里，可是某个东西离开了我们，我们从此不能呼吸了。根据宜家科学，它是普拉纳中心被中断了。宜家修行者认为，它就发生在从上面算下来的第8椎骨。有7个椎骨在颈部，第8椎骨被称为普拉纳的所在地。第8椎骨，也就是第1胸椎，是普拉纳的中心，那里住着普拉纳神经，它的分支通往横膈膜和心脏。根据宜家科学，第8椎骨控制心跳的振动效果，它使心脏打气循环，它使横膈膜让空气进出。现在我们来看呼吸和横膈膜的关系。横膈膜是普拉纳的价值，在身体内的指挥者。普拉纳体在横膈膜运行。当横膈膜的声音与身体的5大元素连接，构成肉体的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的元素，人会自动地变得有直觉。横膈膜强壮，整个副交感神经系统会来服务。我们必须从肚脐呼吸，不只是横膈膜，我们需要含氧的血液。身体的其他部分可以容忍11%到17%的氧的水平，但大脑需要18%到21%的氧。怎么保存我们的普拉纳呢？横膈膜。那就是为什么宜家的科学宗旨在大锁。
在瑜伽的科学，我们有3个身体锁：脖子锁、横膈膜锁，还有根锁。3个锁同时锁住，就叫做大锁。伸展我们的横膈膜，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正确的呼吸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呼吸和骨盆的关系。我们的整个呼吸节奏来自于我们的骨盆。如果我们的骨盆有问题，它会影响横膈膜的呼吸能力。不论是男性或是女性，一般我们的骨盆区被锁住了，然后我们开始呼吸困难，我们呼吸变少而浅。最后我们来看呼吸和心智的关系。呼吸被连接到我们情绪和新陈代谢的状态。我们没有自我节奏。如果我们带上节奏仪表，我们会震惊我们的心智是如何在摇摆。它就像一场7.9级规模的地震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享受生活。心智跟随着呼吸。要控制心智的关键就是控制呼吸。当我们做一个有意识的呼吸，我们的心智就会自动的停止。念头浪潮的连接停止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会感知情绪，就这么简单。它并不需要我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做，我们只要有意识的呼吸，我们的心智无处可去。他来到正确的点，他说：“是的，主人。”通常情况下，心智说：“嘿，奴隶，照我说的做。”他喜欢当王。但是，一旦我们开始有节奏的、有意识的呼吸，心智就会停止。而且，如果我们真的每天都好好的做一些时间，我们会震惊的发现，心智不再会因为什么原因来违背我们了。呼吸的精微调整可以改变释放到身体系统中荷尔蒙的类型、平衡和范围。人们做治疗和咨询和所有那些，但是我们没有觉知到，如果我们不呼吸，我们就死了。那个呼吸可以让我们活着。为什么它不能照顾我们那小小的心理异常呢？如果我们觉得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的功能不正常，我们有能力可以把普拉纳能量，把生命的能量送到这个部位，把我们的心智专注在那个部位，我们会发现如此美好的行动正在发生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1001故事瑜伽，我们结合故事和瑜伽快报，让我们身心灵合一，返璞归真，遇见真实的自己。